当意大利黑手党老大被陷害入狱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只需要一个眼神，他就可以制造一场骚乱。同样也只需要一个手势，他便能让这群乖宝宝们老实早睡。Hello， 大家好，我是约翰。意大利犯罪神作《格莫拉》为你奉上，看看意大利黑手党是怎么报复敌人的。不久前，光头刚放火烧毁了对方的家，下一秒人家的报复就来了。在杀手的一阵扫射下，酒吧中的客人死伤了大半。见此情景，光头迅速爬进桌子底下躲避。紧接着，对方又扔出2个小香瓜，随着2声爆炸，酒吧瞬间被炸毁。杀手也立刻坐上小电驴逃离了现场。好在光头用桌子护住了身体，这才捡回一条命。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被炸得一脸懵逼。光头名叫西罗，是当地最大黑帮萨瓦斯塔诺家族的手下，他们的老大正是眼前这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人送外号彼得叔。他是整个那不勒斯的1号扛把子。而这次酒吧袭击的幕后主使，则是另一城市的孔特家族。双方明争暗斗多年，无非为了一个利字。但这次与以往不同，对方肆无忌惮闯进自己的地盘，还杀了人，这让面子大于天的彼得叔动了怒。他召集手下，打算对孔特以牙还牙。可根据情报，对方正躲在一处易守难攻的仓库中，并且很有可能已经做好了准备。但豪横的彼得叔就是要从正面进攻，这样才能彰显自己的实力。于是西罗等亲信小弟全副武装，准备行动。此时工厂保安正牵着狗巡逻，殊不知危险已经到来。随着一阵枪响，进攻正式开始。大门口的2名小弟手持重武器吸引注意，西罗则带着几人潜入工厂内部，寻找孔特的踪迹。在一番搜索下，西罗摸到了办公室的位置，听到里面的声响后，他推门而入。然而对方却只是一个想拿钱跑路的小喽啰。而此时在大门进攻的2个人也成功打进了工厂，可其中1人还没走几步，就被里面埋伏的杀手打伤了腿，紧接着被补上几枪，直接干掉。另一边，西罗的老大哥也被人偷袭中弹，当场毙命。见形势不对，剩下的几人也只能迅速撤离现场。事后，西罗老练地烧毁了所有证据。虽然这次行动没能直接干掉孔特，但却严重摧毁了对方的势力，也算是找回来一些场子。然而就在彼得叔打算睡个安稳觉时，手下却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自己几百公斤的精细白面被警方轻松查获，对方甚至都不用搜查就知道具体位置。很显然，这是家族内部出现了叛徒。很快，西罗又接到了新的任务，他带着老大彼得叔的儿子来到一处贫民窟，然后用1包精细白面将一个瘾君子骗到无人区，接着一枪下去，黑老大的儿子傻了，任凭西罗如何呼喊，他仍旧不为所动。无奈西罗只能自己动手了。原来这个小胖是家族老大彼得叔的独生子杰尼，由于家人过于溺爱，基本上要啥给啥，导致他这个儿子只会花钱惹事。但彼得叔最近却一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再加上家族中出现了叛徒，他觉得这是政府想对自己下手了。一旦彼得叔出事，自己这个懦弱的胖儿子根本无法撑起家族。所以为了锻炼儿子，彼得叔便派西罗带他练胆。可人最终是西罗杀的，这也意味着任务失败。于是不想被惩罚的西罗只能让杰尼统一口径，就说任务已经完成。另一边，经过调查，彼得叔得知自己一个亲信在几天前被抓进过警局，但却在不久后就被放了出来。再加上最近他有一些不服从指挥，经过多方面考虑，彼得叔断定这人10有8九就是叛徒。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来到小弟家中。在彼得叔的一套不解释连招下，叛徒被成功解决。见自己浑身是血，他简单清洗一番，接着又换上对方一件干净的外套走了出去。在找小弟处理完叛徒的尸体后，彼得叔来到酒吧约见了西罗等人。然而西罗刚开始撒谎，就被老奸巨猾的彼得叔拆穿，因为他了解自己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随后彼得叔对西罗直言，一旦自己出事，杰尼上位老大后，2把手就由他来当。可现在的他还不值得被信任。说完，彼得叔亲自做了一杯生命之水。或许是彼得叔有点上火，他将杯子递给西罗，并承诺只要他肯喝了这杯热乎的黄色果汁，以后就是自己人，2把手的位置就给西罗定下来了。如果不喝，他以后就不用混了。见此情景，西罗也发了狠，直接拿过酒杯一口干了下去。这下彼得叔放心了。可正当他准备回家休息时，却被巡检的警察拦了下来。对方在他的车上搜到了1袋钱和1包违禁品，很显然这是警方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彼得叔就这样被关进了警局。那么接下来群龙无首的家族该怎么办呢？千万别小看这个其貌不扬的眼镜男。当他进入监狱中时，所有犯人都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在众人眼里，他仿佛就是偶像般的存在。如果能被他多看一眼，他们更是比中了500万都开心。
这一切只因为他是萨瓦斯塔诺家族的老大彼得叔。作为那不勒斯的扛把子，监狱中有不少人都在彼得叔的家族下混饭吃，所以进入监狱后，彼得叔很快便被推举为老大，更是有人专门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然而这小小的监狱却鱼龙混杂，并非只有他们一股势力，身在其中，如果你没有靠山，那么只有被欺负的份。此时，一个刚进监狱的小萝莉引起了彼得叔的注意。瘦小的他为了保住后花园，正四处找老大谈话，希望可以加入对方的阵营得到庇护。可他却四处碰壁，没人待见。无奈之下，他竟打算加入黑人帮。眼看他就要羊入虎口，彼得叔看不下去，将小伙拉入了自己的阵营中。另一边，随着彼得叔进入监狱，家族群龙无首。为了可以和老大联系，西罗用重金买通狱警，将一部手机藏进书中送了进去。拿到手机的他立刻打电话安排生意，而通过电话联系彼得叔，得知目前与家族合作大麻生意的团伙最近有点不稳当。老江湖彼得叔一听就明白了，这伙人就是看自己进了监狱，担心控制不了外面的局面，于是他让西罗去找对方，并答应在下午1点左右自己会亲自打电话安抚。可就在这时，2个狱警刚好走了进来，看着鬼鬼祟祟的2人就准备搜身。见此情形，为了掩护彼得叔，小伙冲上去就和狱警扭打在了一起。经过这么一折腾，他们把搜身忘在了脑后，彼得叔也因此逃过了一劫。但不久后，监狱长就亲自带人搜查牢房，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彼得叔藏起来的手机，也因此他被关进禁闭室中为期3天，这也让他错失了与合作伙伴的对话。3天后，彼得叔从禁闭室中放出来，他决定给监狱长上一课。于是他将罐头和零食全部扔到了牢房外面，有偶像带头，其他小迷弟也纷纷效仿。没多久，牢房外面就变得满目狼藉。见形势已经失控，狱警们只能叫来监狱长。监狱长心里清楚，这是彼得叔在向自己宣战，但接下来自己会让他明白谁才是这里的老大。这个黑人胆子太大了，他居然当众举起他的28大杠砸向警车。结果显而易见，黑人被关进了监狱，但他做这一切可不是吃饱了撑的，而是另有原因。原来他的身份是黑人帮的2当家，一直以来他们的收益都要上缴彼得家族50%，而2当家此次进入监狱的目的，正是要找家族老大彼得叔商量减少抽成。很快在望风市，黑人找了上来，可彼得叔却根本不想跟他对话，对方还什么话都没说，就直接被小弟拦在了一边。然而黑人却很是执着，趁着彼得叔在厕所洗澡，他又跟了上来，这回总算是把话说清楚了。但彼得叔一听对方的意思，便直接将他骂走。可黑人却还不肯放弃，在第2天望风的时候又比划上了手势，先是2又是5。彼得叔一看，这不是拿自己当250吗？于是他决定让小弟给对方一点教训。但黑人帮也不是好惹，拿着自制武器抓到一个小弟就是一顿划。紧接着彼得叔再次派手下偷袭2当家，却直接被对方搞了个团灭。不得不说，这黑人战斗力是强。不久后，彼得叔又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律师通知，由于他最近在监狱表现突出，庭审又被向后推了9个月。听到这话，彼得叔有点坐不住了。9个月的时间足够生个孩子了，这会让他损失不少大生意。他决定要想个办法改变现状。于是彼得叔找到黑人，并对他说可以降低2成佣金，但作为回报，他必须帮忙做一件事。结果第2天，黑人带头劫持了狱警，监狱随即发生暴乱，其他犯人也跟着封锁大门，点燃床垫，整个监狱都乱作一团。得到消息的狱长拿着喇叭大喊，只要停止暴乱，一切好商量。这时只见彼得叔一摆手，监狱瞬间就安静了下来，所有犯人也同时散去，回到了自己的牢房。见此情形，狱长也只好让步与彼得叔谈判。经过协商，他可以在监狱使用手机打理生意。而当彼得叔拿到手机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手下给黑人帮一点教训。他要让所有人都明白，彼得家族才是这座城市的老大，看看意大利黑手党到底有多残忍。为了让家族下的黑人帮老实听话，老大彼得叔直接下令给对方一个记忆犹新的教训。结果当天晚上，西罗便带着手下来到了对方的地盘，二话不说，一直开始压枪。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隔天黑人帮老大便拿着一大袋钱服了软。然而彼得叔没想到的是，刚解决完黑人帮的问题，他自己又遇到了大麻烦。之前狱长对他的示弱完全是装出来的，其实早已派人在暗中监听了彼得叔的手机，现在有了他指使手下屠杀黑人帮的证据，因此彼得叔将被转至一处关押重刑犯的恶魔监狱，等待审判。现在外面的生意他是没办法管了，大权也落在了彼得叔的儿子杰尼身上。可杰尼却每天除了开豪车泡妹以外屁事不干，家族生意他更是一点都不操心，重大决策全都是西罗在发号施令，这让彼得叔的老婆感到了危机。他担心西罗迟早有一天会篡位夺权，于是再三思考下，他把儿子派到洪都拉斯与那里的大毒枭谈合作，希望以此能得到历练。而西罗则是直接被派到西班牙与孔特讲和，
这明摆着就没想让他活着回来。双方经历数次大战，就连孔特的老家都是西罗放火烧的，这还讲个屁的和！果然，双方刚见面，西罗就被对方来了个下马威，接着又将他扔进大海。在折腾西罗一番后，双方开始谈生意。可就在这时，还好两人反应及时，这才躲过一劫。原来这伙杀手是与孔特有利益冲突的毛子帮成员。在见识到对手的厉害后，孔特便委托西罗代表他与毛子帮谈和，如果和谈成功，他就同意继续与彼得家族合作。无奈西罗只能硬着头皮去了毛子帮的地盘。在他的嘴炮下，对方也同意了与孔特和解，但西罗必须要跟他们玩一个游戏，那就是俄罗斯转盘。果然光头仔的命都比较硬。接着西罗回去见了孔特，对方也同意了他继续合作的请求，并向西罗抛出了橄榄枝，想留他在自己手下干。可没想到西罗却直接拒绝了，毕竟在那不勒斯，自己可是有彼得叔承诺的2把手位子。但西罗绝不会想到，待他回国，一切将发生巨变。自从他与杰尼出国后，家族权力全被彼得叔的老婆伊玛接了过来，而这个伊玛也是个狠人，上位不久便用雷霆手段控制了整个家族。他对西罗一直保持戒心，于是在西罗一回国，便把他发配到了小据点看场子，并且家族中的内部会议也将他排除在外。伊玛的目的就是要打压西罗，慢慢将他踢出家族核心。可好景不长，由于伊玛为了抢占市场，将所有毒品的价格降低2成，虽然收入增多了，但他随便打压价格的行为却直接惹怒了其他势力。这天西罗正在教育手下，突然面对这一行为，西罗表示要亲自出手解决。然而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又被伊玛拿了下来。他说对方这是在针对整个彼得家族，这事他自己会处理，西罗看好场子就行了。伊玛清楚这是个提升自己威望的好机会，于是他让手下找到几个闹事集团的老大。就在伊玛认为一切都朝着好的地方发展时，他却发现自己的胖儿子杰尼失联了。这下西罗坐不住了，他心里明白没有杰尼，他迟早会被伊玛挤兑出家族。自己连彼得叔的圣水都喝了，就为了这个2把手的位置，如今却只干着小喽啰的活。西罗决定问出杰尼的去向，将他找回来。可伊玛却对他说，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杰尼便自己回来了，而换上新发型的他见到自己的母亲后，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黑老大正在餐厅和手下开会，却被身边的服务生认出这是自己以前的同学。看着老同学如今混得这么体面，服务生希望黑老大给他安排个好工作，可他的情商实在是太低了。不久后，会议结束，黑老大走了出去。见此情形，众人都惊呆了。接着杰尼让西罗清理好现场，这下西罗再也忍不住了，他追了上去。自从杰尼在洪都拉斯回来，就像变了一个人，不仅行事残忍，对西罗也冷嘲热讽，完全不搭理。看来他在国外一定是经历了什么。杰尼的意思明摆着就是要一切都自己说了算，可目前家族大权还是由他母亲伊玛掌管。于是杰尼找到母亲，说起了他在洪都拉斯的经历。原来那里的大毒枭个个心狠手辣，由于双方在谈生意期间，彼得家族的货款迟迟未到，为了给杰尼一个教训，当地大毒枭竟逼迫他对一个无辜市民杀人分尸。经过此事后，才导致他心性大变。听着儿子的诉说，虽然伊玛很心疼，但杰尼确实因此成长了许多。他也明白是到了交出权力的时候。而杰尼掌握大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改变现有制度，他打算由自己推荐一位候选人当上市长，以达到掌控整个城市的目的。可现任市长是几大家族共同推举的，人家可不是个软柿子。得到消息后，马上派人抢走了候选人的选票。然而现在的杰尼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傻胖子，听说选票被抢，他直接就炸了，拎着棒球棍就冲进了市长办公室。就这样，随着自己的努力，再加上母亲伊玛的帮助，最终杰尼的候选人笑到了最后，成功当上了市长。不久后，庆功宴开始了，所有人都在向杰尼祝贺，而西罗却看着人群中的杰尼，心中五味杂陈。此刻他有些迷茫，吃了那么多苦，就为了一个上位的机会。他曾想陪西罗打下一片江山，现在看来这片江山并没有自己的位置。但心狠到连圣水都喝的西罗可不会这么放弃，既然没人给他机会，他就要自己创造。男孩拿着手枪鬼鬼祟祟地进入一家工厂，在看见人后
将目标干掉。他立马逃之夭夭。而这个心狠手辣的男孩在几天前还只是一个修理摩托的学徒，但他却被当地黑帮头目西罗看中收为小弟。可怜的孩子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要经历什么，反而觉得能和这些大人物混是种荣幸。因为西罗不满杰尼对他的态度，便派小学徒去暗杀孔特家族的一个头目，再把事情嫁祸给杰尼，挑唆双方开战，自己就可以从中坐收渔翁之利。可小学徒办完事却发现西罗打算将他灭口，于是他赶紧骑车逃跑藏了起来。而西罗怕事情败露，则是着急的寻找，还为此抓住了小学徒的女朋友，逼问位置，并在没得到消息后残忍将对方杀害。另一边，得知亲信被杀的孔特也打算从西班牙赶回来报仇。巧合的是，给孔特开车的司机正是小学徒的哥哥大壮。四处躲藏的小学徒走投无路下，给大壮打去了电话。在听到自己弟弟干的事后，大壮也慌了，想到老大的残忍，如果让孔特知道实情，肯定不会善良。为了弟弟的安全，大壮居然打算在晚上杀掉孔特，但孔特貌似早有防备，反应迅速，很快便制服了大壮。在他的逼问下，对方也说出了实情。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知道真相的孔特却并不打算找小学徒报仇，而是要将他接到西班牙避难，因为他清楚幕后有人指使，小学徒也只是被人忽悠当了枪。看着自己老大如此仗义，大壮感动不已。不久后，大壮带着孔特来到了小学徒藏身的地点，在问出幕后指使是西罗后，孔特将他一把抱住。最近的东躲西藏让这个16岁的孩子吓坏了。可突然，此时同样愤怒的还有杰尼。家族中对于是否和孔特开战产生了分歧，元老们一致认为一切当以利益为先，不应该误会都没弄清楚就贸然开战。而跟着杰尼混的小年轻们则表示不能认怂，一时间两派吵得不可开交。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甚至在杰尼的授意下干掉了话比较多的元老。这下元老们再也坐不住了，平时对我们不尊重也就算了，竟然还下杀手。再加上旁边的西罗也在煽风点火。商议过后，元老们打算一起投靠孔特。得到这个消息的杰尼也慌了，无奈之下，他决定前往恶魔监狱，寻求父亲彼得叔的帮助。谁能相信这个满脸大胡子的老头是整个那不勒斯的头号扛把子彼得叔？但如今被关在恶魔监狱中的他，却仿佛得了老年痴呆一般。由于家族近期内忧外患，无奈之下，杰尼打算来监狱听听父亲的意见。可看着彼得叔如今这副模样，他也只能回家和老妈商量。伊玛还是很理智的，他劝杰尼向元老们道歉，并隐瞒彼得叔的现状。毕竟只要老大还活着，他们还是要给几分面子。然而让这娘俩没想到的是，西罗却先他们一步有了动作。毕竟西罗在元老面前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在会议结束后，他表示要带头与孔特合作，其他元老也是纷纷附和。但此时伊玛通过手段拿到了西罗杀害小学徒女朋友时的录音，这一刻他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西罗的阴谋。可伊玛却不打算就这样干掉他，而是准备利用他帮助儿子杰尼铲除异己。于是他带着录音约见了西罗。二人见面后，伊玛威胁对方，如果西罗识相就帮杰尼将孔特干掉，然后再离开意大利，他就可以帮西罗隐瞒录音，不然的话他就会将录音公布，就算杀掉自己也没用，因为他早将录音备份交给了自己的律师。在告诉西罗该怎么做后，伊玛直接起身离开。可就在他准备回家时，接着伊玛那藏有录音的律师也被西罗派人解决。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伊玛还留有第3份录音，就在杰尼收拾母亲的遗物时发现了光盘，也因此他知道了母亲死亡的原因。随后他立刻叫来自己的亲信安排母亲的葬礼，并计划在葬礼结束后将西罗和元老们通通干掉。然而敏锐的西罗却在葬礼上察觉出了气氛不对，于是他便迅速带着老婆孩子逃了出去，并先一步藏起来躲过了追杀。但那些元老们可就没那么好运。而逃过一劫的西罗则是找上了孔特，打算投靠对方。可孔特早就知道了他指使手下杀害自己亲信的事，之所以没对他下手，就是看中他在元老中的话语权。现在元老们都挂了，西罗也就没了价值。就在他即将要被干掉之时，他提出了一个让孔特无法拒绝的建议。这让西罗再次保住一命。另一边，一直对他追杀的杰尼得知西罗的女儿即将要参加一个合唱比赛，于是他决定亲自去会会这个老朋友，手下则是被他派去解决孔特。可在经过一处隧道时，突然在一番疯狂的扫射下，杰尼的手下被直接团灭。此时杰尼也在学校找到了西罗的家人，就在他准备下手时，西罗及时赶了过来。这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男人对视了一眼，同时拔出手枪。最终杰尼中枪倒地，
西罗带着家人逃了出去。而在监狱中生活不能自理的彼得叔正准备转监，但押运车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原来彼得叔之前的老年痴呆完全是装出来的。如今王者归来的他面对叛徒西罗该如何解决？镜头切回学校被西罗打中的杰尼手动了一下，这是否预示着他还没死？至此，格莫拉第1季就此结束。我是约翰，欢迎点赞留言，我们下期再见。